这没有很贵吗？这看起来有点贵呢。这房间很大哎，我的妈呀，好大！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平常在日本安排小旅行的方式。除了去拜访一些日本知名的景点之外，其实我们也很喜欢来日本的乡下走走。进入秋天之后，到乡下泡温泉就成了我们最喜欢的行程。这次我们找了一间在石川县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温泉旅馆，并且租车打算一起绕一下福井县和石川县南部的一些深度景点。我们到了永平寺，先找地方停车。乖，我们就停这里吧。阿玛利亚。这位先生，你来过永平寺几次了？第三次哦。那你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永平寺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很漂亮啊。很漂亮，日本庭园这种感觉吗？对。哦，我们来逛逛看。今天我们来到福井县的永平寺，这里其实是福井县内非常有名的红叶景点。不过就算不是红叶季节来，永平寺本身的建筑也非常漂亮。它本身就是超过700年历史的建筑，是可以感受到历史岁月让人沉静下来的佛寺。进到里面之后需要脱鞋，之后只要沿着参拜路线走就可以了。永平寺里面的伞松阁这边有非常多的访客停留，是永平寺里面比较热门的一个拍照点。喜欢摄影的话，也很推荐来这边走走。永平寺里面可以一直闻到木头的香气。虽然说逛寺庙看起来非常无聊，但是来到日本的话，还蛮推荐去各地的寺庙神社走走。除了建筑物本身的岁月感非常迷人之外，寺庙内随着四季的景色变化也非常有趣，是很推荐的行程哦。山中温泉算是加贺温泉乡的其中一个温泉。那其他还有什么？三代温泉跟片山金温泉。离开永平寺，我们准备前往这次的重点行程——温泉旅馆。我们这次是定在石川县南部非常著名的加贺温泉乡，但其实加贺温泉乡一共分成3个温泉区，分别是山中温泉、片山金温泉和三代温泉。而我们这次是住在山中温泉区。看到很多地方好像都到2点而已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先去。距离入住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先来到温泉街逛逛，顺便吃个午餐。有时候会觉得小地方吃饭可能选择不是很多，但其实来到这里的观光客，大家都有做功课，只要看哪间店人最多，直接进去大概都不会有问题。这次我们来到一家日式定食店，虽然外观看起来蛮普通的，但是其实每一道餐点跟每一份小菜都非常好吃。它还有非常多种类的烤鱼可以选，分量也非常足够，很推荐哦。吃饱了，它旁边还有卖他们的酒。整体来说算是很好吃，意外的好吃，推一个。山中温泉的温泉街中心有一个复古的澡堂，也有免费的足汤可以泡。整个感觉让人联想到4国的稻后温泉，很有怀旧的气氛。
那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这一间？有什么契机吗？饭店很棒啊。哪里很厉害？讲看看。有很多服务啊。就是一样是一个要挑战 CP 值很高的一个类型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的服务，多棒的内容。这次我们入住的温泉旅馆是山中温泉的花见久兵卫，因为它的免费设施非常的多，是最近非常受到欢迎的温泉旅馆。它的免费服务到底有哪一些？我们等等再来一一介绍。首先，先来去 check in 吧。如果是跟我们一样入住这间温泉饭店的话，非常推荐大家早一点来。主要原因是它的个人堂屋是免费使用，而且预约的方式也很简单，是先抢先赢。月花最厉害3点了，3.7，看那边，对，3，这也是一个不要太晚到的温泉旅馆，这要做的事情很多。等一下还有哪里可以看漫画一样的？这没有很贵吗？没有啊。这没有很贵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我踩到这个挡门的，我干。这看起来有点贵呢。这房间很大哎，我的妈呀，好大！哦，这是最一般的吗？也不是吧。他们最热门、最受欢迎、最受欢迎的，我是不是类普亮这样子？这也太棒了吧！哇！这个算是你说是他们最热门的房间嘛？房型。对，那其实更一般的话，应该是也有是铺睡地上的。是我们这个是睡床，所以如果说睡地上不方便的话，或者是比较喜欢睡床的话，选这样子和洋式的房型会是比较推荐的。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空间，然后一直看到外面的景色。我很喜欢它这个小茶几的空间。我们这次是直接选花见久兵卫最热门的房型，比想象中还要大非常多。不仅是睡床，而且还有山谷景色可以看，整个非常推荐。衣服，我怎么没有看到浴衣放在上面？这是浴室和洗面台的地方。它所有的备品都是在1楼楼下拿的，这边都不会放。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，就是它的房间卫浴比较小一点，但大部分的状况应该都会去温泉区洗澡，所以还 OK 咯。没有，它就是这么暗，会让大家想到阿嬷家的浴室的一个 shower 的地方，淋浴间。那我猜他故意做这个风格的啦，很舒服。手做团子，自己烤团子，自己烤煎饼，自己冲抹茶，是这种要999那种抹茶，还有日本酒吧，还有饮料、点心时间，还有晚上的洗面咖啡，晚上睡觉前再请你吃圣代，真的很夸张哎。然后还有很多这边。它比较特别的是，浴衣、毛巾都是放在1楼的公用区。每个人可以拿一个篮子装自己的浴衣和毛巾。
女生的话，腰带有2种可以选。如果想要装可爱的话，可以选比较蓬蓬的冰耳带。花见久兵卫除了泡温泉之外，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免费设施和活动。所以来到这里入住，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时间管理大师。不过一开始我们整个失误，兴冲冲的直接预约了最早3点的个人汤屋后，就跑去烤鲜贝和团子。结果在泡汤之前根本来不及烤完，只好直接塞进嘴里吃掉后，赶快去泡汤。花见久兵卫的个人汤屋共有3间，分别是月花、水花和风花。其中月花是最大的，应该可以泡到4到6个人。准备好了。哦，天气刚刚好，不会太热，不会太冷，刚刚好。这太旧了吧，这很大耶。这次预约的这间月花里面真的超级大。除了眼前就有溪谷山景可以看之外，旁边也有准备盥洗用品。水温，这很 OK 啊。一次使用的时间规定为40分钟。在泡完澡之后，记得要把门锁上，再把钥匙交还给柜台就可以咯。很不错，很赞，推一个。晚上有机会再用另外2个看看。今天先去把钥匙还给他们。泡完澡后就是来慢慢享受各种免费设施的时间。一开始我们先换迎宾饮料，喝了一杯小小的可尔必斯和啤酒后，接着又继续来喝免费的清酒。花见久兵卫的1楼备品区旁边还有免费零食可以拿来配酒真的是刚刚好。不过这段时间住客们也开始多了起来，尤其是在茶道体验区和烤团子的茶屋这边，人其实都蛮多的。但大厅也有规划很多座位，在泡完茶和烤完团子之后，可以移到一旁的座位慢慢享用。烤团子的话，除了有酱汁之外，也有红豆馅，另外还有好几种色彩缤纷的神秘口味，边吃边猜是什么口味也蛮好玩的。一个人吃5颗，会不会太多？这个比较大。这没有关系，加一点这个就没画一下这个。比起烤团子，烤鲜贝更加困难。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前后2次烤的鲜贝到底长怎么样。可以 OK 的。会成功的哟。接下来就是关键。他们太烫，我猜啦，我猜是温度。他们
以上这些体验之外，在后方还有另外一个休息空间。这里除了有免费的漫画可以看之外，还有一些儿童绘本。小孩的世界。旁边也有桌球间，同样是采预约制的，可以稍微运动一下哦。花见久兵卫的晚餐提供方式也蛮特别的，虽然是常见的日式料理，但小菜、白饭等等都是一直续，采自助式的方式。主餐的话，则是在预约的时候可以选择，有能登牛寿喜烧和黑喉鱼。那我们这次选的是黑喉鱼，虽然还没有到最美味的季节，但也还算不错。晚餐时段也有提供儿童餐点，算是蛮适合亲子出游的住宿选择。晚餐过后，在大厅还有提供双麒麟点心，同样是采自助式，可以自己制作圣代来吃哦。好，那可能还要再加点东西。最后这个拿着。今天就是你不适合用这个。行吧。水花。入住温泉旅馆，当然在睡觉前还要再泡一次汤。花见久兵卫整体来说，因为免费设施非常多，如果想要入住的话，建议早一点来会比较好。空气真的有那种山里的味道，那还不错，舒服。一早我们用完早餐之后，离开了山中温泉，前往福井县的恐龙博物馆。这里曾经是日本挖到恐龙化石的地方，而和恐龙化石相关最具代表的景点，就是这座恐龙博物馆。恐龙博物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有改装过，今年重新开幕。官方的说法是有增加一些新的展示，但感觉上就有点大同小异，没有太大的变化。进入到内部之后，就有超多种超巨大的恐龙骨骼展示，非常的壮观。除了恐龙之外，也有一些古生代的哺乳类海洋生物的演化说明。另外还有很多化石和考古文物可以参观，很适合亲子一起前来哦。在这么一个小地方，竟然出现一个非常巨大壮观的寺庙，真的是蛮神奇的。月前大佛清大寺，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小地方了，寺庙前的参道、餐厅啊、商店什么都没有开。
离开恐龙博物馆之后，大概在10分钟车程左右的地方，有一个月前大佛景点。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月前大佛。月前大佛所在的这座清大寺也相对非常新，但月前大佛真的非常非常大。月前大佛的高度有17公尺高，比奈良或镰仓的大佛都还要巨大，真的是蛮壮观的。再加上它的寺庙内部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供奉着满满的佛像，让人整个非常震惊，是最近非常受到注目的寺庙景点。不过清大寺的氛围和一般日本的佛寺不大一样，有着它独特的一种氛围感。走着走着，真的是蛮像台湾很多放阿公阿嬷的塔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最后一个景点，我们来到了月前大野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有一座天空之城——月前大野城。只是我们来的时候天气已经不是很好了，整个很闷又很湿，感觉快要下雨。光是爬到大野城旁边就费了不少力气。不过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，游客并没有很多，感觉有点冷清。它其实跟竹田城一样，是个很适合看云海的老城，大家可以一大早来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看到云海哦。离开前，我们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土产羽二重饼。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致，让人有点联想到龙须糖。其实日本很多当地土产的有效日期都蛮短的，遇到这种的话就千万不要送人，自己买来吃看看。这次的福井石川之旅虽然都是走访一些小地方，但日本有很多地方都是像这样，虽然小小的很安静，却隐藏着非常不错的温泉或是美食。尤其是秋冬天，这里的螃蟹真的超级美味，然后也有红叶景色可以看，非常推荐。那么这次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以上。